一旦放虎出笼，小心被反咬。美国家门口劝中国大陆三思，然而 I 的子弹却是来自盟友。各位好，我是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。有3名美国官员透露，美军将大幅增加其在日本的反舰导弹数量。报道指出，此次新的导弹部署是今年美国一系列在亚洲军事行动的开端，是遏制中国的更广泛措施的一部分。美军的反舰导弹将在一个由2000人组成的海军陆战队重组团指挥下运抵日本，预计部署会在2025年完成。不难看出，美国方面非常重视此次的部署，因为除此之外，2023年春季还会部署一个由300名士兵以及13艘船舰组成的独立美国陆军联，用来运送美日两军士兵和装备，方便在关键的时刻以最快的速度分散部队。可见，哪怕是在国内形势持续严峻的背景下，美国也依然没有放弃针对中国。如今计划在日本大幅部署反舰导弹，想来就是为了进一步嚇阻中国，让大陆在发动武统之前三思。值得一提，在这之前，美国再次宣布对台进行新一轮的军售，而结合此前美国对台出售的武器项目以及武器战力，就分析看来，美国已经不仅仅是在利用台湾当局赚钱了。无论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炮、便携式毒刺导弹，还是 M136 火山布雷系统，足以看出，一旦台海形势发生重大变化，美方已经将战场设定在台湾本岛。根据前不久的一篇报道称，2022年是台美互动最为频繁的一年。对此，援引多名退役将领的观点，当前的美方已经预估解放军军力可以将美军挡在第一岛链之外，所以美方着急了，于是加大力度对台进行军售，以及要求台湾当局延长役男的服役时间。到了今天，美国把台湾当局当成打压大陆的棋子，这件事已经是众所周知了。只是没想到，即便是在中方多次警告下，美方还是执意要挑起两岸冲突。兴许是在俄乌冲突中，美方尝到了甜头。总之，现在的拜登政府非常积极，考虑到美国如今在对驻日美军的部署上动作频频，加上日本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一系列扩军行动，都已经超越了日本2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。不过，看日本的样子，是非常愿意充当美国的马前卒，为美国打头阵了。至于其中的原因，日本自然不可能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。如果说是为了讨好美国而得罪中俄2个大国，那未免也太不划算了。如果说日本紧跟美国及西方身后制裁俄罗斯，是为了趁机从俄罗斯手里夺回北方四岛，也就是俄罗斯所称的南千岛群岛，那么日本紧跟在美国身后，就台海问题针对中国，无疑是在借此大肆扩军，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。换言之，美国在利用日本的同时，日本也在利用美国。如果打着对付中国的旗号发展军事，站在日本的角度上，美国对自己的扩军就会鼓掌支持。基于此，这也是为什么岸田内阁愿意为美国打头阵的关键。对此，也不知道美国知不知道其中的危险。美国放虎出笼，在台海玩危险游戏，一旦日本失控，羽翼丰满之时，对美国而言也绝对会是个威胁，甚至很可能其第一口就会咬向美国。如此说来，美国挨的枪子要是来自盟友，那又轮不到解放军出手了。至于拜登政府被自己人反咬留下了伤口，怕是得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